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现在好玩的游戏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拿我自己来说，很短的时间内，我可能前后看过的游戏有上千款。第一眼除了还能玩的，空次有个剩20-30款。那么真的耐着性子玩完，最后能做成视频的，可能就剩1款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筛选概率。也正因为如此，我做评测总不能专挑烂游戏来水内容吧。但最近实在是缺优质新作，既没有什么称得上精品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讨论点的作品，我频道都拖更了很久了。这没办法，这就挑了几款中不溜的作品，大概就是在及格线晃悠，算不上多好，但各自都有点小特色，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最近的热门大作我都有玩过，比如说《人王3》，比如说007的游戏，为什么没有单独出评测呢？《人王3》这款游戏，我个人觉得它受众太窄了，它只适合硬核的动作游戏玩家或者系列死忠。我的推荐指数很低，而且这一作跟前几代相比，核心玩法差别真的不大。而且忍者组最近推出大量的游戏都有光污染的情况，我觉得从玩法跟画面来讲没有太多展开好聊的。至于007的这款游戏呢，我个人评价是比较一般的，但是呢我也得更新视频嘛，后续我会单独出一视频来评测的。这款游戏是一款切水果解压小游戏，它是一个体量不大的休闲游戏，核心卖点就是解压，主打一个咔咔切水果切蔬菜，玩起来有点像备菜做水果捞做蔬菜拼盘的感觉。玩法就非常直白，我们切东西能够赚金币，赚了钱能够升级刀具，再解锁更高级的水果蔬菜。在切水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完成任务来解锁一些星星，这些星星可以解锁一些特定的外形，比如说案板的样子，比如说装饰的盘子的样子。但不同的美术效果对我们切不同的水果或蔬菜是有加成的。这款游戏的爽点就是切的时候手感做的挺爽的，它非常解压，属于精准戳中了强迫症爽点类型，一刀切下去整整齐齐，还有点治愈感。实话实说，这款游戏没有什么玩法深度，既没有肉鸽元素，也没有 BD 构筑，就是纯机械重复。但对于发泄大家的负面情绪，排解一些不好的情感，我觉得还有一定作用。但是你不要对它抱有特别大的幻想。而且这款游戏没有所谓的通关上限，就是不断升级，不断解锁新的水果。我到最后已经几乎解锁所有的刀具了，也解锁了所有水果了，游戏还依然没有结束。当然游戏中也不用你一直手动切，升级之后会自动解锁自动切水果机，不过画面上没有做对应的动画，就是个图标形式，后台自动帮你累加切的水果数量，挂机赚钱能省点手力。总的来说，这款游戏看着解压，但玩久了很容易腻，大家看个视频乐呵乐就行了，我并不推荐大家入手。第二款游戏是刮彩票游戏，叫刮个爽，这又是一个核心围绕刮彩票题材的游戏，也算有点巧思。我之前介绍过一款同类型融合了不同玩法的刮刮乐游戏，这款呢主要是围绕彩票来进行的，核心玩法就是花钱买彩票，刮奖兑钱，刮完时的彩票基本没有坑，刮了基本就能中，但遇到后面的彩票套路越多，经常能够刮出扣钱的负面图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花钱买的彩票，而且彩票还会扣你的钱。这个游戏有个投机的小技巧，它不用你全刮开才能兑奖，你刮到一半，通过阴影就能看得出里面是否是有扣钱的图案，直接停手，把这张彩票扔到回收站消掉，就不会扣钱了。那玩到后期，手动刮太费手了，也非常熬人。游戏会解锁风扇、自动刮彩票机这些设施，买完的彩票扔桌子上，风扇会自动吹到机器里面，就能自动刮。但自动刮同样有之前这个风险，万一碰到带扣钱图标的彩票，它也直接刮了，那就要亏钱了，这点得留意。后面会解锁不同主题的彩票，比如说有刮苹果树主题的，那上面带虫子图案的就代表扣钱，种类还挺多。那么跟我之前玩的同类游戏相比，这款游戏的负面效果出现的要慢一些，逐渐升级之后呢，也能降低负面图标出现的概率。也就是说，你后续刮一些彩票，它基本不会出现扣钱的图案了。除此之外，它有点肉鸽元素，有局外升级的技能树。每局结束之后点个技能，下一把开局会更强。游戏里还有一个很勾人的设定，刮彩票有概率触发奇迹选项，一半概率直接通关，一半概率直接失败。我刮了好几次来讲都没有成功过。当然这个也能用刚才的技巧，就刮一半看着苗头不对之后直接把它扔垃圾桶就行了，不用兑换的。另外要是把钱刮成负数了，还能有电话给你借钱周转，但是借的次数越多利息也就越高，也就更容易失败。这款游戏整体比第一款有点玩头，但也谈不上多优秀，推荐度也不是很高。第三款游戏是洗地毯清洁游戏。第三款游戏其实我是抱有厚望的，比如说现在网上全球爆火的清理地毯的视频做的就非常火爆，那么做一款同类型的游戏一定是非常让人解压的，非常爽的，主打一个清洁爱好者的强迫症爽感，玩法也挺贴合现实的，先往地毯上喷点带洁净的清洁水，然后进行刷洗，刷的时候会冒出黑色的脏泡泡，再喷一遍清水，黑泡泡就变成彩色的了。这款游戏的赚钱并不是靠交付清理好的地毯，而是靠把这些彩色泡泡推进下水道里，推的越多赚钱越多。工具也能升级，最开始用手慢慢的刷，后面能换成带摩擦力的拖把，省劲不少。
我本来挺上头，想多玩一会儿，那结果这款游戏有个特别离谱的设计，隔一段时间就会提示行星爆炸的新闻。我最开始没当回事，爆炸了只感觉像地震，结果直接对局结束了。那第二次我特意记着，提示一来就躲进屋里关上门，结果还是被炸没了。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这天外灾害到底要怎么躲，感觉可能根本就躲不掉，我都没有心思玩下去，就直接弃游了。你说别的如果游戏失败了，都是因为自己操作不行，规划不好，下把点个局外技能，练练技术就能翻盘。这种游戏倒好，失败全看随机天降的行星爆炸，跟玩家操作没有半毛钱关系，玩得特别憋屈。那么聊聊这款游戏的改进空间，其实聊下就能发现，这3款游戏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底子都不差，明明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第一款切水果的，本身切东西的爽感已经做出来了，玩家可以往深里挖，比如说可以加一些细节变数，比如水果上可能本身带虫子有脏污，切之前需要先检查处理，可以手动可以自动，中间多一些小乐趣，不至于太机械单调。也可以加一些经营目标，比如说开个水果店、水果捞店，要根据不同的菜品的要求，搭配切不同的种类、不同水果片儿，给玩家带来一些目标感。甚至可以搞点跨界玩法，比如说玩家扮演后勤人员，给一些英雄角色、战争前线供应切好的果蔬，间接穿插一些战斗环节和历史讲解，玩法互动性一下就上来了。这都是比较常见的玩法，当然也有一些创新玩法，这里先不一一介绍了。然后就是刮彩票这一款，其实之前有做好的图例作品，把刮彩票和战斗玩法结合的，趣味就会强很多，这款完全可以往这个方向拓展。至于洗地毯这款游戏本身清洁刷洗的爽感是核心卖点，结果非要加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天外行星入侵，我觉得有点画蛇添足了，不如把这个设定去掉，往淘宝修复的方向去做，比如说去废弃场地淘脏物件，清理干净之后翻新赚钱，或者收各种脏乱的旧地毯，清理完之后再出售，逐渐扩大自己的工厂，或者做成翻新旧物件，逐渐经营自己的博物馆，这样的路子我觉得都比现在有意思。当然你可以加上现在比较流行的竞猜王品的玩法。所以你看这3款游戏是不是都这样，有点小特色，能勾起人跃跃欲试的冲动，但真玩起来又觉得那样，远远达不到值得推荐的等级。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游戏基本都是这个状态的，所以我后期做视频的时候也会选取这样的游戏给大家做一些评测跟分享，因为好游戏实在越来越少了。好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